这是这个节目有史以来的第一回。男生如果女生不愿意，请你把手放开。你那个时候的心被狗吃了，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，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。当你想跟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想想老婆，你就不会打。这一辈子过的就是那么点真情实意，如果连这点真情实意都没有，那就是畜生。这是爱情保卫战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男嘉宾跑去女嘉宾那边，强制把本要离场的前妻抱出来，说不原谅他，不让他下台。这可把涂磊老师和主持人气到发飙了。第一次违法平台规则的背后，这个男生究竟做了什么，让涂磊老师怒斥他良心被狗吃了，连畜生都不如呢？那最后前妻会原谅他吗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3秒，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开心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接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着怎样的情感纠葛。什么时候离异的？7月27。今天来是希望我今天向他再一次求婚，我希望他能跟我回去。男主人公小海32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音乐培训老师。女主人公小杨27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也是从事音乐相关工作。女生一上台，赵川就了解到，她原本第一个孩子在6个半月的时候引产了，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伤心的事情。现在的她是一名1岁半宝宝的妈妈，孩子按母亲眼里都是眼泪。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婚呢？接着女孩把真相一一说了出来。他背叛了我们的婚姻，他出轨了。这个是我跟你解释了很多次，就连你身边的朋友，你身边的那些兄弟，还有我身边的那些姐妹，他们都知道了。两人都离婚半年了，就因为男生出轨了，但是男生却还是死不承认。因为女孩身边的姐妹朋友不止一次看到她老公跟别的女人走得很近，当时的女人还在第2个孩子的孕期。听到这种流言蜚语，还一脸自信不相信，还说自己老公很爱她，不可能会背叛她。后面慢慢的时间一长，老公经常出去就是2、3天，而老公给到的理由就是出去应酬和工作，可是始终就包不住火的。接下来女友暴露出的一幕，足以证明男生的背叛。他的那个话费单，我发现了他那1个月的话费将近有500块钱。我说不可能会收这么多，你们肯定是算错了的。一打出来，我看到那些，当时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想。就那一个陌生的号码，频繁的通信，一天到晚都没有断。我们只是聊得来的朋友，比较投机嘛，可能是聊得多了一点。究竟是什么样的朋友能够通话费能达到500块钱，而且通话记录都是同一个陌生号码？面对这铁证如山的证据，男生并没有悔改之心，反而在狡辩就是好一点的朋友而已。除了热恋中的男女朋友，还有谁能够一天到晚腻在一起打电话发短信的？小杨本想着这个男生会是自己回家的男人，选择了原谅他。可这次原谅他也知道了自己有多傻。有一天我的那个朋友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，然后当时我们在看电视，怕影响他嘛，我就跑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接电话，他就跟过来了，他就明明是做贼心虚，非说怕影响。什么样的电话不能当着妻子面接呢？平时业务上的来往根本不想要隐瞒，而这个电话给男生来了一个猝不及防，肯定是心里有鬼才会跑去厕所接电话。男子支支吾吾模棱两可，气急败坏的妻子一把抢过手机回了电话过去。接下来的一幕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巴。那个女孩子直接就讲，她喜欢我老公，她也喜欢他，他们2个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。这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我啥他们俩的心都有。不值当。面对妻子拿出的证据，男子丝毫不知悔改，还说只是对方的一面之词，而他从来没有说过。一气之下，妻子带着不到1岁的女儿回了娘家。这种男的真的就是挨千刀的，难怪小杨说想杀他们的心都有，这妥妥的白眼狼呀！赵川问男子是不是跟那个女孩在一起了，男生此刻还在狡辩，说到人家外地来的女孩子在这个城市打拼不容易，对他照顾一下而已。面对这样的说辞，屏幕前的你会相信吗？连小图都想飞过去给他2个大嘴巴子。我问你，那你为什么还给他送花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我再问你，我听你兄弟说你有好几次你跟他2个人一做完活动就双双消失了。妻子逼问下的送花和2人双双消失，足以看出其中端倪。但不管妻子怎么质问，男子就是可以拿出模棱两可的借口来狡辩。这作为一个有家庭的男人来说，对别的女人呵护备至，一直围着别人转本身就是严重的问题。本以为这男人就是这么渣，没想到接下来小杨暴露出更过分的一幕。是因为这些所以你选择了跟他离婚是吗？我已经原谅他过1次了，就在我第1个孩子那个时候查出来是腹壁裂之后，我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引产，医生的那个针打下去，我真的当时我的心情都快要崩溃了。我一个妈妈，我真的难以承受。偏偏在那个时候，我还在做小月，他竟然跑去跟他前女友去幽会去了。妻子做引产后坐月子期间，发现丈夫和前女友藕断丝连，陪她过生日，还狡辩到前女友和她男友刚分手，需要有人陪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会这样去欺骗深爱自己的妻子？这不就是想吃回头草吗？还说的这么道貌岸然。接着一旁的主持人看不下去了，对老婆是薄，对别人是薄。我们只是朋友关系，我们真的没什么。只是朋友关系，那为什么我从你回来的行李里面我发现了一张7天连锁9月的会员卡呢？你怎么解释？那我们到外去肯定得要睡觉啊，不可能说不睡觉啊。男生的狡辩让人不寒而栗，真的值得再次信任吗？接着赵川问出了女生，既然离婚了，为何还有来到节目组？可怜天下父母心，27岁的女人带着1岁多的女孩，说完全跟这个男人没关系是假的，心里可能有对男人的爱恨情仇，也有为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的想法。本来以为男生浪子回头金不换，
换。没想到还是这样烂泥扶不上墙。可男子回来找妻子的理由，竟让人觉得有一丝丝可怜。差不多半年时间了，当时离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解脱啊，有这种感觉。但是现在我才发现，就是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。是你生命中是不能没有我呀！你想想看，结婚5年来，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呀。俗话说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这个男生在外面玩了半年，或许已经玩腻了外面的花花世界，现在不知廉耻的想要和妻子复合，又或者是5年婚姻中都是妻子在操持家务，他现在没有免费的保姆，觉得家里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因为离婚后，男子和那个小三女友在一起了3个月，或许是人家不会做家务，或者是玩腻了，现在想想还是结发妻子比较好。最后女子小杨，那么轻松的你才回来找我的呀？不是那样的，他的2次背叛都是在我孕期。我真的很想问一问在座的老师，就是说，当你们处理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所有孕期出轨的男人都是值得女人原谅的？面对丈夫2次孕期的出轨背叛，这种男人是不是值得原谅？看女孩哭的眼泪哗啦哗啦，真的让人心疼。真正会心疼老婆的男人，怎么会让妻子哭得那么伤心？最后看看评委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段婚姻情感的。首先出场的是周群主持人。我不想说你们该怎么做，我举2个我听过的或者见过的例子给你们听吧。当年在安徽播新闻的时候，有一天，那是一个民生新闻，把我吓着了。一个女人在我们当地的一个5星级酒店从28楼直接跳楼坠下。周群用2个例子说明2人的婚姻，希望大家能有代入感。第一个故事，这个从28楼跳下的女子，原因居然是她杀了另一个女子。经过警察的调查，而间接导致这场悲剧的是那个跳楼女子的老公和那个女子出轨背叛，由于小三的插足，毁了一个家庭，也毁了她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跳楼女孩的孩子还在国外念书，而那个无辜的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妈妈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虽然发生了不幸婚姻，但是后面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和自己后半生的幸福。接着周群讲到第2个故事，情况跟你们很相似。她说她发疯的每天晚上开着车到各个酒吧、夜总会去找她的老公，哭求他回来，别这样，孩子那么小。这样的经历大概有2、3个月之后，她放弃了，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孩子和自己的事业上，事业做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她其实跟老公已经分居了有1年了，突然之间那个人回来找她了，百般的哀求，不愿意离开她。第2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婚姻的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，你在苦苦哀求对方或者摆烂，并不会让生活变好，而你恰恰从此振作起来，好运也会随着你来临。当初的你让人随意践踏，现在的你让被人高攀不起，这就是现实。接着是文学作家饶雪漫指出的问题。整个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，就是男生他一直都没有认错，他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有多过分。我现在不能去判断说你跟那个女生一定有什么样的关系。男生从头到尾都说来挽回妻子的，可是从台上表现看来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丝毫的错误，反而在推卸责任，狡辩入巧舌如簧。这样男人真的值得再次原谅和托付吗？屏幕前的你觉得能原谅这种男人吗？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，敢做敢当，这样即使做错了事情，也能让大家看到你的态度。接着是压轴出场的涂磊老师点评。为什么我们看到周围总有一些中年男人，在事业稍微好了点之后，总是会有2婚？2婚之后又觉得婚姻不满意，又要回去找自己原来的妻子，这不是犯贱吗？这种犯贱的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涂磊解释到，这个男人明明知道他没有离婚之前，他知道女人持家不容易，也知道女人生孩子痛，他知道女人心里过得苦，过得孤独。但是只有他离了婚，跟了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之后，他才知道原来女人生孩子是那么痛，女人操持一个家是那么难，女人过的日子是那么的苦。涂磊老师言辞犀利，全是重点。接着调侃到赵川当初，涂磊老师出差在外面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在外出差，老婆不在身边，这个1碗小酒啊，1碗面，老婆你吃了吗？他在后面回了一个：酒虽冷，但暖了心；话虽少，但暖了妻子的心。这句话真的让多少男人汗颜。涂磊老师言传身教，果然爱老婆的男人最帅，疼老婆的男人最有魅力。涂磊的一番话让人汗颜，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做到了对妻子的一丝丝关怀与呵护呢？接着涂磊老师大骂到男生：早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你在外面吃饭，你吃饱了就想想老婆有没有吃；你在外面冷了就想想老婆有没有冷；你在外面过得好，你想想老婆这个时候过得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能想想？你那个时候的心被狗吃了，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，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。当你想跟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，你想想老婆，你就不会打。这一辈子过的就是那么点真情实意，如果连这点真情实意都没有，那就是畜生。涂磊老师骂的简直太爽，真的大快人心。面对这种没有良心的男人，真的不值得被原谅，因为男子真的有好多的机会可以悔改。妻子一次次的原谅，他还一次次的背叛。果真俗话说，背叛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狗真的能改得了吃屎吗？接着涂磊老师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：好吃不过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期。犯一次过错是暂时的遗憾，因此而错过是一辈子的遗憾。涂磊老师说到，这种男人真不值得被原谅，但是看到女生似乎很难过，也真心希望男生您能够从此刻拿出行动来证明你想真心悔改的诚意。因为在场所有嘉宾都对男生太过失望了，那你觉得他们最后会作何选择呢？你觉得女孩会原谅这个男生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很久没这么叫你了，
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里，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师说的很对，就是说，作为男人嘛，就是要敢担当，既然自己敢做，就敢承认。哎，每天回到家里面看到空荡的房间里面，然后以前都有你啊，有仔仔啊，然后现在一个人回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真的混蛋。看到仔仔的面子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是真的觉得我的生命中，我是真的还是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真情60秒，男生哀求忏悔，求妻子再给他一个机会。两人交换了秘密箱，走出了这个舞台。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让全场不淡定了。我不能死你。这是这个节目有史以来的第一回。男生，如果女生不愿意，请你把手放开。节目规则跟变魔术一样，能跑那儿去了？对，他可以绑着人家不走的。对。当全观众和嘉宾都认为女生不会出来的时候，没想到女子被前夫强行抱了出来。原来在后台，男生违反节目规则，私自跑到前妻那个门，跪求妻子再给一次机会。当大米缓缓打开，哭到撕心裂肺的妻子被男子抱出来了，这可把主持人和涂磊气坏了。尽管如此，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涂磊见女人心软，于是让主持人给了男生最后一个机会。你写的一首歌曲，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爱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让我们回到曾经的爱情岁月里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想要回头人唱歌吗？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个方式最没有诚意，又想用那些原来追女生那种花招来挽回别人对自己的原谅，对吧？对，被风吹过的时光里隐藏着思念，岁月静好，一切都是真实的平淡。白天、黑夜不断的变换，风花雪月替代不了相默相伴，可是还有一点感动。本来女子是来和前夫做一个了断的，但是现在男生给前妻写歌，歌词还是那么的有感悟。涂磊亲密一笑，就知道拿当初追女孩的那一套来套取女人的欢心。看到出来，此时的女人已经再一次被男人的花言巧语动心了。那女孩最后的选择会是如何呢？以后还错吗？一定不说声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老婆。不是你站过来，你太不严肃了。来，你鞠一个躬吧。就是他觉得他特对不起你，你觉得他可以抬起来了吗？你就让他抬起来。果然如此，最后女孩还是选择原谅了前夫。赵川还调皮道，让男生一直鞠着躬，妻子不让起来就不准他起来。这一幕太不可思议了。采访观众的时候，很多女孩都说男生以后还会再次出轨，但也有女孩看出了妻子对前夫还有感情，以泪洗面足以看出伤的有多少，爱的就有多深。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是小杨自己的选择，希望他以后不会后悔，也希望男生从此好好对待眼前这个伤痕累累的女人。大家觉得男子会改过自新吗？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